杨景兰，你要干什么？元帅，副将愿为您今日一见。等等，老夫可没同意射他头上的那只苹果。封将军，余家的井向来古朴厚重，余掌柜的儿子曾想复原这古北村的古纹样，却不胜于此，意外殒命。这么多年，余掌柜一直想要完成他儿子的遗愿，但终未能成。这是他心中一直的遗憾，也是他迟迟不肯卖掉井房，却又无心经营的根因。所以我们去古北村拿到这纹样，就能说服余掌柜了吗？但愿吧。爹，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，这才叫嫁出。哎，你可不许这么说，回头你阿爷阿娘又要说我了。那边有羊。你抓到我就给你这个旗！快把旗给我，快把旗给我！阿姨，你看，那旗子上的花纹和图案上是一样的，但那是画的，形状虽然一样，但没有图案上的明暗变化，细致纹理。应该是他们对着旧本井简易凌人。那是我看错了。那你就再去细看看，说不定还能瞧出别的什么来。像你这样善良温婉的小娘子，他们定是愿意给你看的。那我先去了，一会儿来找你们。小娘，让他去吧，总得让他看看这世上还有别的道。那他要怎么走，他自己选。祭祀了，老王，快点快点！祭祀，今日他们祭祀，走走走，我们也去。异乡人止步，还请见谅。多树多土，亦有高陵。万亿鸡子，为酒为邻。没想到这区区几日，我就见了4回，看来你我之间还是挺有缘的哈。哼，白郎君果然还是来了。季娘子为何而来，白某就为何而来。看来白郎君对余家那井房是真的想要了。之前看着像假的吗？看来今日要好好争一争喽。李正，你能不能通融一下，也算是帮助我一下。我这辈子呢，没有别的执念了，唯一的就剩下，这方土样了。这是圈子的一个心结，也是我的一个心结。请你在我有生之年，让我再看一眼吧。您是知道的，就是令郎在村中出事后，为免外乡人沉湎于圣物，深思不熟，遭遇不测，我们才有了这外乡人止步的规矩呀。没想到啊，这余掌柜还挺有执念的。白郎君没有执念吗？有啊，白某的执念是蜀锦，怎么你不信吗？我信啊，有何不信？季娘子呢？你有执念吗？也是锦啊。
把我封住他。白郎君，我是茵茵的好友，1周月不还酒馆掌柜，幸会。幸会。于掌柜，哟，金娘子，于掌柜，金娘子是听到希儿说我在这儿吧？金娘子是为锦房的事儿来的，是，也是为了一份百年传承、爱景之心而来。您是知道的，我季家也有季家的执念，所以我能懂您，也想助您。不为贤主，只为重现蜀红。老夫真是敬佩季娘子啊！只不过我于家就没有像你这样的传人。莹莹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白胜呢？他跟我客套几句就走了，说是要在村里转转，可惜了，还想跟他比划几下。他会舞？下肢有力，吐纳均匀，不仅会舞，还很厉害。夫人，你怎么进来的？竟敢擅闯我们的祠堂！有人偷文锦！别让他跑了！抓住他！什么？偷文锦啊！村主，别让他跑了！快抓住他！李正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儿了吗？于掌柜，我们村子赤城一带待你更是奉为座上宾，你却带着这些外乡人偷走了我们的圣物，这就是你们的做客之道吗？你说什么？文锦弄丢了？硬是你们这些外乡人里应外合偷了我们的文锦！对，把文锦交出来！免了身体交出来！快说，把文锦交出来！把文锦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到哪儿了？快点给我交出来！说！金娘子，救命啊！金娘子啊！外乡人，你们几个外乡人，肯定和他是一伙的。文锦不在他的身上，定在你们身上。在此之前，我们都没有进过那个大门。不信，你可以问他，他可以作证。那会儿他们想进来，被我拦在门外。我看到他们往村子里去了。那你们几个外乡人来我们村里干什么？肯定是别有企图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搜我们的身，我们也可以陪你们把那个人送去官府。官府一查，便知道我们与他只是萍水相逢。哎，金娘子啊，你这见死不救，怎么还落井下石呢？于掌柜，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纹样在哪儿吗？您是有所不知啊。这个季娘子可聪慧了，我相信她一定可以帮你找回纹样的。金娘子，如果说您真有办法的话，您就说出来。老夫这一辈子已经没有别的执念了，唯一剩下的就是那副文锦了。你要是真能让老夫得见一面，那锦房我拱手相送。凤娘子，求您了。妍妍，你想清楚了，
一旦开口就脱不了干系。这么多人，我护不住你们。那纹样不是他偷的，人赃并获，你说不是他偷的就不是他偷的。以他的智谋和身手，若是真偷了，你们根本都抓不住他。只有这锦不是他偷的，他才甘愿束手就擒，拉人下水，静观其变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这寥寥几日，季娘子竟然对白某如此了解啊！这位娘子若想救他，便拿出凭证。我没有凭证，但我能帮你们找到真正的贼人，找到那纹样。此话当真？何妨一试？若找不出，你们都将被埋在土里，向祭神请罪。对，就是好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我想劳烦李正带我先去祭拜一下，请祭神保佑，找出真凶。你别急呗，不能随便的进我们的祠堂的。你们不相信我们，难道不相信你们的祭神吗？诸位，我已得到了祭神的指示，今日定能抓到真正的盗贼。李正，我现在需要一盆清水和一碗草木灰粉。你们两个快去准备。你们那文锦，我之前远远看过，底色交杂了绿色。从前染绿色只有一个法子，便是用矿石。而矿石之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，沾上草木灰水之后将会变红，并且10日之内都不会褪去。大家看，我的手并未变成红色，因为我根本没有碰过那个锦。李正，劳您伸手。你们看，他的手红了。李正碰过内锦，所以他的手会变红。这位白郎君，来，让白某也来试试。诸位，莫慌莫慌，白某不跑。来，应该不是的。如此，我们可清白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验一验每一位村民。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一个验。这个水怎么会变红呢？就算这矿石里面有这特性，100年过去了，还能有效果吗？我不需要跟一个窃贼解释。哎呀，白某也是好奇，想去看一看那个井，谁知道会碰到这个事儿呢？太冤了！你明明可以逃脱，为什么非要拉我们下水？白某若是逃的话，那叫畏罪潜逃。而且如果我跑了的话，那真正的窃贼不就逍遥法外了吗？这样子，这水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啊？还请季娘子告知。祭神在上，民女浣花染房季家后人季莺莺，此次前来古北村，的确是想瞻仰文景纹样，却并无亵渎之心。祭神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民女一般计较。是。祭神告诉你方法啦？没有。那你说是？但他告诉我，若你能配合我，这个事情便有解。季娘子，祭神面前不可以乱说话的。怎会？祭神也是知道我在帮他呀。如今已别无他法，为何不试一试呢？
若是能找出来，大家相安无事；若是找不出，你也大可把我给埋了。好，劳您伸手。您将这个粉末搓匀了，也没什么玄机，仰仗理政配合罢。哦，白某明白了，季娘子这赌的是人心呐。但是万一这不是村里人干的呢？能比白郎君下手还快，并且能迅速贼喊捉贼，除了村里人，我想不到别的答案。有道理。六儿，你去哪儿？我又没有偷文锦，我干嘛要验啊？我家里面还有事呢。把他拉回来！凭什么不验？我没有偷文锦，我没有，我干嘛要验呀？我必须验。六儿，你偷文锦了？我没有，没偷为什么不敢验？验，必须验！对，验，必须验！把手伸出来！伸手！验！必须验！伸手！妾身恕罪呀！妾身你恕罪呀！我也是卑鄙无能呀！六儿啊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文锦你都敢动啊！你活你冤了你是想被天埋是吗？李正，我真的是卑鄙无奈呀！你是知道的，儿子前段时间得了病，我现在实在是没钱给他看病了。如果神真的保佑我的话，他也不会怪我偷了他买钱给我儿子治病啊！文锦被你卖了！卖不了了，我偷文锦是太紧张了，手上失了金重，万一就这样了。六儿，这么简直罪该死，就是全村的罪人你！我承认，我罪该万死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我们都太穷了，与其守着他，倒不如把他给卖了，给大家分点钱。不光是我们家，庄二三圈的村们，6、5个的小毛头，哪一个不是因为特别没钱看病，惨的吗？就让你让你家。这文锦是祖先当年贫苦，他亲身保佑，种下稻谷，才饱腹得生，亲身当年能够救祖先的命。但如今他如果真的保佑我们的话，他不该不救我们的命啊！看来我还真不该有这个执念。诸位，我有一个法子，左右这井已然断了，不如将这断井租给于掌柜，待他织好新井，再将这个旧井还回来。日后这新井每卖出1匹，我们就分一笔钱给这个村子，让大家可以好好生活。若是村中有人愿意学习织锦，或者以此为生之人，我可以为大家牵线。真的修好井？不行，这井虽然不是你们偷的，但偏偏是你们来的这天断的，说明祭神不欢迎你们。不，您说反了，是你们的井先断了，而偏偏我们来了。于掌柜织锦世家，我最擅长的是染色和挑丝配色。朱小娘是我们益州城绣工最好的娘子，我想是神让我们来帮你们修好这样井，重新开始。你们
真能把井补好。于掌柜，您可愿帮忙？蜀井自魏晋时期便盛行，千百年来历经波折，但只要有一线生机，蜀井人家便不会轻言放弃，所以才会有蜀井传承，绝处逢生。防人千日，不如一朝崛起，让人再不敢轻易动你。余家强大，余家子孙自得庇佑。阿翁，这是阿爷最喜欢的景。好，好。新娘子，你要的丝线。多谢。杰帅，好剑法！来，该你了。杰帅，无妨。杨警官武功卓绝，想来定不会伤了老夫。哈哈哈哈。难得杰帅信任，那咱们不妨玩把大的。杨景兰，你要干什么？杰帅，副将愿为您今日一见。等等，老夫可没同意射他头上的那只苹果。封将军，你是算准了老夫会挡住书简？早闻杰帅酷爱古籍，是个爱书如命之人，杰帅怎会让我毁了您的古籍呢？老夫若是没挡住呢？此剑定会停在方寸之外。有勇有谋，不错，给他勘察。谢杰帅。走私贡井，栽赃警王，毒杀警官。牛锦有这闲工夫？回杰帅，牛将军与您相识多年，杨某也不指望凭着一方锦两句话便能获得杰帅的信任。我只求杰帅能予我一个探查的机会，如若属实，愿为杰帅除害。若不属实呢？若不属实，
牛将军一身清白，节帅与他感情更笃啊。查来查去，只怕不属实的也属实了。我听说杨警官来的目的是为了肃清益州锦业。益州是节帅的益州，锦业是节帅的锦业。杨某至此只是想查清楚，到底是谁害死了我师父。你师父？上任警官沈如风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，能教出你这样的徒弟？是啊，沈如风确实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，但不知节帅可曾听过沈清平啊？沈清平？是当年那个以一敌十，败了10国来使的沈清平。正是。节帅，据说在他做御林军统领时，开蒙过许多皇子，是有实无名的太子太傅。如此人物，怎会甘愿隐姓埋名做一个警官？又怎会客死他乡？足见姿势体大，阴谋猖獗。什么该查，什么不该查，你心里清楚。不然，长安的援兵可救不了益州的火。下官明白，不如节帅看着我查。贡品的押送本没有特定人选，只是节帅习惯了从井字营中挑选。你想找到10年前便押送过贡锦的，就只有这3位。1、2、3。不知此次蜀红贡锦会派何人押送？你想让谁送？哎，身子骨不错，武功又高，哪天要是不做警官了，来督军呢？徐将军，您说笑了。我这剑太短，护不了那么多人，能把一个胆大包天的给护住，就已经够不容易了。不过，还是要多谢薛将军。1、2。李胜来了，修好了，修好了，锦真的修好了吗？修好了，你看。真的修好了！快放下，快放下！这可是咱们的政务啊！太神奇了！让开！这是咱们的。于掌柜啊，哦，金娘子，过几日你要有空的话，就到我府上来商谈一下那锦房过继的事情。于掌柜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要您的锦纲，我想与您合作。哦，蜀锦传承几百年，本也不是家家都有传人，而是蜀锦业守望相助，代代有传承，才有了这千秋蜀锦。不知莺莺和飞花会是否有幸能与您一道传承余家技艺？好啊，季娘子既然有如此的豪情壮志，老夫又有何不敢呢？行啊，豁出去老命，我再拼他一把。
飞起来了，阿翁飞起来了！这文锦先生离不开你们几位的鼎力相助啊！那我们就准备酒菜，请龙舞迎贵客。想看就看，黑灵是，那你心里想看啊？没有。凭什么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？窈窕君子，淑女就求不得？世上的女子大多规矩都是放屁，但是你如果反抗，他们就会觉得是你在放屁。今日能够劫后余生，要多谢季娘子啊。便是没有我，像白郎君这么贼，也可以金蝉脱壳的。若白某可以自己金蝉脱壳的话，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呢？是啊，为什么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不知日后有没有机会与白郎君做生意？若是有的话，还望白郎君以诚相待。金娘子，朱掌柜，咱们一起跳起来吧！好啊！因为警方也好，文阳也好，早晚会得到。而一个有趣且有用的人，却没那么容易遇到。停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是外面歹人多，我怕你识人不清，让人给卖了。哼，见过杨警官，在下白胜。白郎君是哪里人啊？南诏人。以何为生？祖上的产业够用了。来这益州所谓何事呢？慕名而来，过来看看热闹。哟，这是慕谁的名啊？杨警官，这是在盘问在下吗？身为益州的警官，关乎锦业的一草一木、阿猫阿狗，我都有义务盘问。昨夜我与季娘子生死与共，季娘子比较了解我，要不然你问问她。哪有你说那么夸张？不过就是抢个生意罢了。不过是一起做生意罢了嘛。其实也不止生意了。阿玉，我们快走吧，再不回家，我阿娘就要把我逐出家门啦。想走？那个人得放我们走啊。
这些天没回来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我阿娘发现。我先去看看。屋里这么安静，应该是没发现吧？有一种静，是暴雨来临前的安静。我们悄悄进去，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只要没被县长抓住，一切好说。站住啊！阿娘，你听我解释。娘娘，过来。这性子也耍够了，该回家了吧？阿娘，我不想相亲了。哎呀，你这是着魔了吧？你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啊？走，跟我回去。阿娘，三道堰的娘子们没有人比我养的蚕更好，我会染丝还会刺绣。昨晚我还帮一个村子绣好了他们的文锦，他们都说谢谢我，夸我厉害，还叫我朱掌柜。阿娘，不用招赘婿，我也可以好好打理好家业，让你和阿爷颐养天年的。让你相亲，也是因为我跟你阿爷年纪大了。你若能找到一个可靠的夫婿，我和你阿爷才能放心啊。谁说我没有依靠？飞花会就是我的依靠。阿娘，以前都是我听你们的话，这回你就信我一次好不好？我和你阿爷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，还能害你不成？啊，我们劳心劳力的，还不是为了你好？我自己的路我要自己去走，就算磕破了头，我也绝对不会后悔的。你中邪了，你一定是中邪了啊！行，我劝不动你，我去找你阿爷来，让他来骂醒你。你阿爷阿娘给你选的是一条轻松的路，安全的路，你自己选的会很难走。你想清楚了吗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过。好，在我家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我要回家了。我总归是我阿姨阿娘的女儿，虽然他们现在不理解我，但只要有一天我能证明自己，他们一定会支持我的。哈，阿娘你在啊？嘿嘿。平儿和他阿娘都走了。阿娘，我错了。阿娘，您听我解释，我这一晚上没回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人，阿玉和平儿都与我一起呢。阿娘，我以后再也不折腾了好几宿，赶紧去睡会儿吧。阿娘，你不怪我，也不骂我，我骂了你那么多次，管用吗？嘿嘿，阿娘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善解人意，通情达理。染丝的原料，你阿兄都已经帮你备齐全了，筹备供检耽误不得，抓紧去睡会儿，睡醒了赶紧干活，别一天到晚就知道到处乱跑。好，我这就去睡。阿娘真好。快去！那个周旺啊，让他把织过的花本都复制一遍，让他暗中购买一些织机和丝线，分批运往南诏，切记不要留下痕迹。那余家从古北村带回来的那幅纹样要偷回来吗？放在基因那儿吧，我相信他会给我惊喜的。师兄不是想用那幅花本收复余家吗？
现如今对我来说，季英英要比于家更加重要。与其收复于家，还不如收复季英英呢。英英，杨警官来找你。他来做什么？还嫌事不够多。阿兄，你告诉他我很忙。看来是真的很忙啊。你们俩，蜀红丝正在染制，杨警官未免督促的也太勤快了吧？毕竟是贡锦染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那您看看这蜀红，可是你想的那蜀红？我去拜访过于掌柜了，村子里的事我都知道了。哦，白胜我也查过了。哦，哦，他可是个精明的商人，来历不明，不知所图。这我知道。但是这益州城一大半的商人，哪个没点城府，没有危险呢？起码他不怕牛家，也不怕赵家。若有必要，与其选择盘根错节者，不如把这个新入局的拉到自己这边。既已无路，何妨一搏？是这么个理。季莹莹，我不是想阻你行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那样一个不知底细的地方，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你就不能喊上你的盟友陪你一起，这很难吗？当初是谁口口声声的啊，叫我给他托底的？你凶什么？之前赵修元也说过会一辈子站在我这边，可是结果呢？我与他青梅竹马，尚且如此。我不是疑你，我只是习惯了。不能握在自己手中的都不敢依靠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，让自己强大的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清澈的湖榭，偷偷才见一场缱绻。古雨淅沥满夜，初见你仿佛在昨天。只相遇无恋，我不知道。笑满泛起舞彩一我是杨静兰，我杨静兰所许下的承诺，一辈子也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。写一篇今生愿你心头，黄昏泛海棠笛声悠悠，等树飞燕翩翩落枝头，我与你再把情眉收。记一篇情书登高华楼，今
知道了。你有杨三郎这样的盟友，是我之幸。人世间你我同样。怎么了？我还要继续染丝，你先回吧。阿兄，哎，来了。阿兄，送杨警官。杨警官，这边请。真没事。嗯。我杨静兰所许下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弃。阿兄，我想到一个锦上添花的好法子。什么好法子？夫君，出去。夫君，我亲自下厨熬的参汤。夫君近几日辛苦了，喝了汤，同我回屋歇息吧。夫君，成婚这么些时日，你夜夜宿在书房，都不肯碰我一下，这赵家上下可都看在眼里呢。你会介意别人怎么看你吗？你我为何成婚？这赵家上下谁人不知啊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。我只想夫妻和睦，如今也成了算计吗？你是何等人呢？会想夫妻和睦？你不过就是想怀上我的孩子，之后我便没用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掌控我赵家上下。夫君是在设计新的贡锦纹样吗？赵家以往的不行吗？还是夫君想学姬莺莺一鸣惊人，为长安看重，为节度使看重，以后便不必再仰仗我牛家权势。听说郎君前几日与季娘子送了消息，余家便是郎君刻意排挤，送给季娘子的吧？如果我阿爷知道
郎君是如此两面三刀之人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他最近应该没有心情去听一个屡战屡败的女儿胡说八道。赵平，郎君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我的房间，否则打死无论。是。郎君好大的气魄。没有你牛五娘，我赵家照样给牛将军支起，但没有我赵修元，你赵二夫人毫无价值。孰轻孰重，你比我清楚。客官里边请。于掌柜，知锦在即，我飞花会亦有善知意者，今日想给您引荐一下。哦，季家锦坊季耀庭见过于前辈。耀庭不善纹样设计，唯在织造一环卓有心得，愿助于掌柜一臂之力。季郎请坐。多谢于掌柜。9年以来，这双手从未停歇。季郎技艺不减当年呐。我于家织锦坊恭候季郎君。多谢于掌柜。于掌柜，我今日来还有另一件事。这何穗锦虽然历史悠久，古朴醇厚，可是时人多求新，光靠上面的纹样怕是不足以吸引人。我想在不改变原有花纹的情况下，增加其生动性和光泽感。譬如通过丝线的颜色调整，或是纹路重构，使其流光溢彩，织出一幅何穗流波锦。何穗流波锦，金色何穗随风起伏涤荡，卷起万千岛了。锦娘子，这锦的明暗光泽，一般来说，取决于丝线的光泽、颜色的配比、织法的组合而决定的。若要尤为突出这波纹流动之感，那在技法和颜色配比上就要推陈出新。当然，其难度呢，不亚于研发一种新锦了。如今这何穗锦的花本，我还尚未还原出来，你又要我织出波光粼粼之感，真是难上加难呐。我阿兄昨日也这样说，但是茵茵认为，我们既然要织，那何不把它做到最好呢？配色我可以帮得上忙，纹路我们可以借鉴蜀绣技艺，但是在织法上还得请您还有师傅们多多研究了。锦娘子，这研究何穗流波锦呢，它不只是技法上的问题。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没有钱就没法织锦。锦娘子，一种技法的研发，初期就要投入许多钱帛的。可于家和飞花会，我之前送过去的不够吗？感谢季娘子的资助，才保证我于家的工人和织机。可是，要研究新锦，需要多少？至少90贯。于掌柜，您与我阿兄只管负责研究如何织，钱的事情。钱，爷要钱有钱，要长相有长相，那他凭什么不喜欢爷啊？
是三国酒。季娘子，您接着说。钱的事情我来想法子。法子，他不喜欢爷有什么法子呀？爷也不长在身上。于掌柜，看来我得好好的去安慰一下我们的名誉会长了。失礼了。爷都想，就算是阿爷打死爷，也要去人家入赘。闭嘴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爷就说，爷还，你敢泼爷？你别以为爷不打女人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我。泼的就是你，你在这儿鬼哭狼嚎，若流言传出去，你让平儿以后怎么做人？也没想那么多呀。那你想什么？爷就想成为平儿喜欢那样，能跟他一起同甘共苦、并肩作战的郎君。啊，可爷不是那种人啊，怎么办呢，莹莹？你先别管平儿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你先想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，做个人啊，做个堂堂正正、有事可做、有钱可赚、有人尊重的正经男人。那是做什么呀？要和你们一起染丝吗？爷也不会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，我这儿正好有一件适合你的事。什么事？赚钱。王掌柜，哎，来了。王掌柜好。哎，我们飞花会和余家合作了和穗流波锦，和穗流波锦，诚邀入股，还望支持。我们3日之后会在岳不环酒楼进行拍卖，还希望陈掌柜大驾光临啊！好啊，飞花会的事我一定是定会赴约，一定支持。和穗流波锦，诚邀入股，锦城分利。这不是锦还未成就让咱们投钱吗？所以我就说嘛，他一定会给我惊喜的。只要跟他从头开始，重新再来，这织锦不就学会了吗？他和那个杨警官情投意合，走得颇近。杨警官查的又是……师兄，还是离那个季茵茵远一些吧，免得惹祸上身。他俩有情，我却无心，输的自然不会是我了。不过这女子嘛，一旦陷入感情，往往就会左右她的判断和选择。季茵茵要发展她的事业，这可不太好啊。我得想一个办法，让她离那个杨静兰远点。这季娘子倒是想了个好主意，可这些人不是怕得罪牛锦，不敢买飞花会的丝吗？这锦他们敢买？大锦护背后，谁家没有靠山呢？为了洗光丝得罪牛锦，的确不值。但是锦就不同，重利之下必有勇夫，便是不买，也得过去看看。爷知道爷很潇洒，你也没必要这么看着爷呀。你这个人啊，看似肆意不羁，其实呢，还挺通人情世故的。逆死！走吧，看看热闹去。老夫。来，坐，干什么？哎呦喂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杨警官来了吗？欢迎！嗨，来，里边请。14啊，之前都是别人来招待你，怎么如今换做你来招待别人了？哎呦喂，你阿爷被罢免，你能不能别老惦记我阿爷？他现在一提起你就头疼。我现在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那飞花会有什么肯定帮忙。
再说，以爷的能力招待客人，那不绰绰有余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英英说了，你是警官，你不能拍，所以没给你留包间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要我们走？白郎君这边请。哎，还有包间吗？他有。看来新娘子是不欢迎我。季娘子亲自相迎，白某愧不敢当啊。嗨，你有钱，当得起。杨警官，这边请。我要包间。杨警官，诸葛郎君，快请坐，这是我们自己人的位置。你再说一遍。坐还是不坐？坐。自己人。白郎君这边。自己人。您慢用。玉掌柜，杨夫人怎么了？我是开酒楼的，他是来赴宴的，都是来赚钱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在。坐。长见识了吧？我们属地的女子脾气各有不同，一个不小心惹她生气，那可就不好哄了。季娘子，生意兴。各位益州的同行，大家安好。各位都已知晓，我飞花会和余家将要联合研制一款新锦。众所周知，新锦问世，定然大卖。今日我邀各位掌柜前来，拍的不是这新锦本身，而是新锦意味着高额盈利，拍成者便可得这新锦2/10的分利。也就是说，若每卖出1匹锦得利10贯，那拍主便可得2贯分利。新锦未成，因此今日我向大家展现的是这锦的纹样，大家请看。在益州城外有一处名为古北村的地方，世代信奉祭神。这麦穗纹锦是村中的信仰，禾穗是祭神的恩赐，让众生有粮可饱；蚕丝是雷祖的造福，让众生有衣御寒。而这锦上流动的波纹，是光，是水，是风，是上天与我们的恩赐。20贯起拍，竞拍开始。怎么不认竞拍啊？他们大概是在担心研制不出来吧。诸葛郎君，我们飞花会是绝对不会骗人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些钱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过是9牛1毛，他们不是不信，只是没人想当这第一个出头的。
你不会要拍吧？这警官要是拍了假，谁还敢出价啊？我没钱，捧个人场。哎，这方锦既有悠远传承，亦有新意，本官很是喜欢。不如季娘子把这方锦交于我，我来帮季娘子请节度使慷慨解囊，如何？杨警官，这点小事就不用劳烦节度使了吧？待锦织成了，再献给节帅也不迟。哼，诸位一直不拍，这锦何时能够织成啊？不如这样吧，季娘子，若第一个喊价之人最终能够拍得此锦，你可以与他什么好处啊？那便减1贯钱。若没有拍成，第一位喊价的客人若日后想要与飞花会订丝，那第一笔订单亦可折价1成。拍不成也有好处，那我出价21贯。21贯，诸位可有再加价的吗？主人，这锦若是被赵家所拍，恐怕再也没有问世之日了呀。再等等吧。季娘子，价高者得，该落锤了。60贯。季娘子，那人不懂锦，也不知道这仙锦的价值，我愿出60贯。拆自家夫人的台，帮别的女子抬价，夫君做事当真别具一格呀。不如夫人。赵家主，赵二夫人，我记得今日没有给2位送过拍卖会的请柬啊。我们慕名而来，怎么，我夫君拍了这锦，季娘子想要不认账吗？2位之前不在，自然也没听我介绍。这锦寄托着古村的信仰，古村世代信奉祭神。在拍卖会之前，村里的李正还特意算过一卦，晋沾兵戈之人。所以我未请2位，2位也不能拍，抱歉。什么时候野村的习俗也需要锦王去遵守啊？诸位可还记得这1周锦业是以谁为首啊？此事我已向警官府呈报。本官总知道锦王与锦王夫人守一守这规矩吧。实在是天意难违，王法难违，不愿将这锦交给2位。好，那我倒要看一看，这天意王法想要这锦落入谁的手中。好，那我就让赵二夫人好好看看。请帘幕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英英也曾料想诸位不愿大张旗鼓，所以早早的做了布置，每个房间各有一个号牌，1根丝线，对应台上的铃铛。铃铛属于谁，只有各位及飞花会知晓，绝不外泄。诸位若想竞价，牵动手中丝线，铃铛一响，
则表示加价5贯。各位，竞拍继续。弟子1号25贯，皇字2号30贯，天子1号35贯，弟子1号座50贯。这50贯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锦娘子可还满意了？我心里的是90。弟子1号50贯，还有人要加价吗？杨家愿出70贯。不是盲牌吗？杨家这是何意啊？哎呀，不愧是杨家长氏夫人呐！先生，还不到90，你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为我担心啊。论起做奸商，还是季娘子更具天赋。我更是期待你的后手。弟子1号80贯，这弟子1号似乎也志在必得呀。哎呀，白某愿出90贯。杨家95贯。白某100贯。100贯依次。100贯，绰绰有余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功成身归了？100贯2次。弟子1号105贯。多亏爷这好点子吧，但是你们都不懂人心。弟子1号105贯，可还有要加价的？还会有加价的？这咱不能计较。 105贯依次。
105贯2次。不应该呀！也叱咤赌场这么多年，分明看出白胜那小子势在必得。这个事情要搞砸了，英英会杀了我们的。你的。白郎君，还要加价吗？白某觉得还是不要夺人所好的好啊。季娘子，您请吧。弟子1号105贯3次，成交。13、14吧。逆子。其实季娘子不用这么客气，白某只是替季娘子叫了2口价而已。弟子1号。真是没想到啊，季娘子如此坦诚。白郎君早已看穿，我又何必隐瞒？说来这何遂刘波锦与白郎君还有几分缘分，不知白郎君可愿意出资？白某倒是觉得这杨家出价不菲呀，季娘子为何要选择白某啊？杨家规矩太多了，花本未成，这磨合起来太费劲了。如果白某没有猜错的话，杨家之所以会拒绝季娘子，是因为明面上没有拍成，但最终却得到了景，就会背上一个暗中抢夺匿名买家拍品的名声，这个名声可真是不好听啊。不过，白某的名声在季娘子眼里也是不值一提的。白郎君哪里的话？白某还好奇，你是为何如此笃定我会答应你的呢？白郎君向来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既然早料到我要说什么，若无兴致，又为何会来？好，钱我可以给，但是白某有白某的规矩。白郎君请讲。第一，3个月之内必见新景。好。第二，景样是怎么想的，怎么编织的，白某都得知道。第三，白某要去余家景房监工。余家景房不是季家，不是飞花会，我做不了主，这还须得向余掌柜。可以。余掌柜。余掌柜。100贯，1个子儿都不能少。织锦只能看，不能插手。全听余掌柜安排。那祝2位研制顺遂，